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。咁呢一集呢，睇過同大陸仲有台灣相關嘅新聞啦。咁中國官方啊就對鴻海集團旗下嘅富士康突然查稅喎。咁鴻海呢亦都喺當日啊發布咗一個重大消息啦。佢指出啦，合法合規呢係佢哋集團喺全球各地嘅基本原則，係會積極配合相關單位嘅相關作業啊。而中國嘅官媒啊報道啦，中國稅務部門近期就依法對富士康集團喺廣東、江蘇等等地方嘅重點企業進行稅務稽查。自然資源部門亦都對富士康喺河南、湖北等地嘅重點企業用地情況進行現場調查啦。去到目前為止，中國官方都未有説明對富士康查稅同埋查用地情況嘅原因，亦都未公布檢查之後嘅結果。咁其實呢一點呢，應該係同台灣舉行呢個大選有關㗎啦。咁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啊，就宣布去做聯署，然後呢作為獨立參選人去競選台灣嘅總統大選。咁中國官方喺呢個時候查稅個時機相當之敏感喎。咁原來呢，一直都有全球最大代工廠之稱嘅富士康啊，最近10幾年嚟呢，一直都有喺大陸嘅房地產市場嗰度試水溫㗎。根據時代財經不完全統計啊，喺2005年開始啊，富士康對外口徑入邊至少先後係披露過5個商業地產項目、2個住宅項目同47個工業園區啊！哇，47個工業園區其實都係非常之大嘅喎。咁其實如果有印象嘅話，之前有一啲嘅報道亦都提過，富士康其實佢嘅工廠區係可以有數以10萬計嘅工人係響入邊工作㗎。咁變成咧附近嘅商業街嗰個利益係非常之大啦。咁而富士康咧有部分嘅鋪位係佢哋自己做翻晒嘅，正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嘛。而郭台銘咧亦都係一個成功嘅商人啦，佢係知道土地有啲乜嘢價值㗎。佢喺買入深圳龍華地段嘅時候曾經講過一個，就係話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。而事實上啦，富士康喺2005年就已經搭建咗自己嘅地產業務平台，香港軒盛投資有限公司，佢主要嘅業務方向就係房地產綜合開發啦。喺2005年嘅前後啊，軒盛就喺上海、長春、貴州、太原、深圳、武漢、重慶呢啲地方係陸陸續續攞到商住地段嘅。而其中上海陸家嘴嘅上海總部富士康大廈嘅項目呢，係最受矚目啊！除咗上海富士康大廈呢個項目，佢09年、2012年、2013同2015富士康分別投資重慶商業地產、長春玉蘭新天地、貴州富士康商貿城同埋樂山商貿綜合體，但係後期呢啲項目就冇乜消息傳出嚟啦。唯一嘅2個住宅銷售項目，武漢軒盛項目同埋武漢富士康工業園區附近嘅別墅項目，一早已經喺2010同2011年係有做開盤㗎啦。咁其實大陸對富士康落手咧，可以講得上係40年嚟嘅首次動手啊！而今次嘅稽查咧，分別就2條線去做嘅，一就係稅務，要睇下富士康有冇偷稅漏稅。其實富士康個毛利率係非常之低嘅，甚至乎咧可能啊，你個匯率有少少變咧，已經可以影響到佢落袋嘅錢啦。咁有冇偷稅漏稅就顯得好嚴重啦。咁第2條線就係要查佢嘅自然資源部門去調查富士康土地使用嘅情況啊。而其實當年呢，各個地方為咗招商引資啊，特別係引進富士康係出盡渾身解數㗎，保姆式服務，政府將辦公室設喺富士康，幫佢招人，
各種減免稅、稅後返還優惠，甚至有地方為咗招商，非法係俾啲企業批地啊！如果你有印象嘅話呢，其實疫情期間亦都有政府部門係有幫富士康做一個招人嘅動作㗎。喺呢啲咁嘅背景之下，你話查富士康嘅稅收同埋土地使用情況，可能呢富士康都有機會瀨瀨地嘢喎。咁如果富士康瀨嘢嘅話，會唔會影響到郭台銘喺台灣嘅部署呢？咁仲有一點啊，你要知道大陸嘅做事方式。如果大陸佢做呢樣嘢係冇信心嘅話呢，佢唔會公佈咁樣查㗎。咁如果佢公佈得對企業調查嘅話呢，咁即係話佢已經有證據喺手，一查呢就捉硬你，佢唔會令到自己冇面㗎。咁同埋好似上邊所講啦，富士康啊，原來不知不覺已經成為中國地產界嘅大鱷啦。5個商業地產項目、2個住宅項目同47個工業園區。咁雖然呢啲嘅地產項目同恒大同碧桂園比當然冇得比啦，但係原來佢係一直有靜靜雞喺度試水溫嘅。咁其實啦，企喺大陸嘅角度嚟講咧，佢哋覺得啊，呢幾廿年咧係為咗促進台商喺大陸發展，就俾咗好多優惠政策佢啦。郭台銘咧可以講得上喺大陸係食盡紅利，但係而家咧係認為可能政治上有啲嘢，大陸方面就覺得唔太滿意啊，甚至乎佢認為咧你郭台銘係踩咗佢底線紅線，於是乎就出手整治一下你啦。咁可能企喺郭台銘嘅角度啊，佢覺得而家係我俾飯你大陸食啊！我喺大陸開富士康，我請咁多人，邊個鏈住邊個條頸都係未知之數啊！因為之前呢，佢有提過啦，自己有意思想參選台灣地方嘅選舉啦。當時就有記者問佢：喂，你如果當選嘅話，你驚唔驚大陸共你個產啊？咁郭台銘呢，就用咗一句英文回答，就話 Yes。Please do this， 就講嗰句咁樣嘅説話，其實就可以睇到佢對自己係非常之有信心啊！咁再講多少少啦，咁點解郭台銘呢好地地做全球最大嘅代工，就會走去試水做地產呢？咁最主要就係呢幾年呢，呢10零年啦，其實整個市場呢個競爭係越嚟越激烈㗎，再加上你進出口疲弱，成本上升，大陸請人個成本亦都係有上升嘅，而且 iPhone 都少咗人買啦，所以富士康可以賺到落袋嘅錢係越嚟越少啊！咁基本上咧，佢賺出嚟嘅都係搣開有血嘅血汗錢，但係房地產唔同啊，可能咧你簡簡單單做幾個樓盤，已經係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啦。咁我哋睇翻富士康頭先所講嘅幾個項目咧，都係房地產最旺盛嘅時代啊！咁亦都睇得出郭台銘當時個眼光係好準確嘅。咁之後好似就冇乜新嘅項目傳到出嚟啦。咁你話佢係一個大鱷，地產大鱷，我又唔覺得係，只不過係有啲周邊嘅業務咧就做埋一份咯。但係啦，好似我頭先咁講，大陸如果開得聲話查你嘅話咧，基本上你冇運行噶啦，一查肯定做，冇結果嘅嘢佢哋唔會做噶，除非佢係特登放你一馬。如果唔係呢，今次富士康點樣都係會查到啲嘢出嚟嘅，你信唔信啊？嗱，咁所以呢一次嘅調查呢，係早唔查遲唔查，幾十年冇查過佢，而家咁樣嚟督佢一嘢呢，應該就係要嚇一嚇郭台銘啊，叫佢退選。咁因為以台灣而家嘅形勢嚟講呢，加埋你郭台銘呢一組入去一齊選，咁啊民進黨啊賴清德呢，可以講得上算係贏硬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郭台銘退咗選，你國民黨同柯文哲嗰兩組合埋一組，咁可能仲有得同佢練一下。咁但係我比較好奇啊，如果郭台銘佢夾硬要選落去嘅話，大陸會唔會抄佢家啦？我自己覺得呢個可能性又比較低喎，因為你抄郭台銘家嘅話呢，咁變咗又有一紮人出嚟又冇嘢做喎，呢紮人點搞點算好呢？咁仲有啦，郭台銘呢，其實佢為咗行到呢一步啊，一早就同人講自己喺富士康啊、鴻海啊冇經營權噶啦。
咁但係以佢所講呢啲咁嘅招數又奏唔奏效呢？大陸信唔信有一件事啦。咁最後啦，到底郭台銘如果佢夾硬嚟去繼續選嘅話，會唔會抄佢家呢？我哋拭目以待睇睇啊！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